right of takeoff. Nice. And we have breaking news right now. Malaysia Airlines confirms it has lost contact with a plane carrying 227 passengers and 12 crew members. Flight MH370 ended in the southern Indian Ocean. Why shoot it down if it's not hostile? Why the Americans would? 2014年3月8日，载有239人的马航370航班从吉隆坡起飞，原计划于北京时间上午6点半抵达首都国际机场。可才飞了1个多小时，这架波音777就从雷达上神秘消失，至今不知所踪。它仿佛蒸发在地球上空，成为现代航空史上最不可思议的谜团。有人说是恐怖袭击，有人怀疑是自杀式操作，甚至阴谋论蔓延全球。被美军击落，被藏在南印度洋，飞机根本就没坠毁。马来西亚官方一次次发布声明，却含糊不清，国际搜救行动耗资数亿，最终却无疾而终。马航370到底去了哪儿？法国记者展开独立调查，历时7年，称马航370的消失已经不再是谜团。本期 M2 档案要在记者调查和各方报告的基础上，带大家穿越失联当天的每一个时间点，还原调查过程中的每一次转折，拆解疑点背后的权力、技术与人性。2014年3月8日0点41分，吉隆坡国际机场的跑道上，马航370航班准时起飞，驾驶舱内坐着机长扎哈里和副驾驶法里克。二人与地面配合默契，整个过程行云流水。370, 32 right of takeoff. Nice. 这是当天机场关闭前最后执勤的一架客机。在这趟红眼航班上，载有乘客和机组共239人，分别来自14个国家，其中大部分乘客是中国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参加水墨画展的艺术家，有工信部、华为、中兴、菲斯卡尔等单位的通讯行业的精英，也有影视界著名武术指导李连杰的御用替身居坤，还有去吉隆坡考察的房地产投资团，更不乏拖家带口的游客和普通的打工人。20分钟后，随着飞机平稳到达巡航高度，乘客们陆续进入了梦乡。1点19分30秒，就在马航370准备离开马来西亚驶向越南时，吉隆坡空管收到了一句常规的道别 Good night, Malaysia 370。这也是马航370最后一次被监听到的声音。 Malaysian 370, contact Ho Chi Minh 120.9. Good night. Good night, Malaysian 370. 1点20分31秒，马航370穿越埃格瑞航点，继续朝东北方向飞行。然而仅5秒后，飞行数据突然归零。1点21分13秒，飞机又向东北飞行了37海里，抵达越南境内的拜讨航点，这也是它在雷达上的最后一站。这2个航点及其消失的方式，后来都成为了调查的关键。1点30分，越南方面请求正飞往东京的 MH88 航班尝试联络。MH88 机长确认听到了马航370副驾的声音，但无线电中杂音严重，内容模糊，他未收到任何正式的求救信号，以为一切正常，便继续飞行。1点40分，胡志明空管察觉异样，赶紧联系吉隆坡，但双方都联系不上马航370。2位空管慌忙地呼叫马航，说飞机不见了。雷达无法追踪马航370的位置之后，马航仍然能判断它的大致方向，是因为 ACARS 系统。这是一种每隔30分钟自动发行一次飞行数据的通信机制，但没过多久，这个 ACARS 也停止了发送，马航370从此失去了所有信号。2点39分之后，无论是拨打卫星电话，还是周围的航班尝试呼叫，马航370都毫无回应。此刻，空管心中既充满了不安，又抱有一丝侥幸，或许只是忘记和地面联系了，飞机还在飞往北京的途中呢。凌晨3点到5点，胡志明塔台又联系了香港和三亚空管，询问马航370的去向，得到的都是否定的答案。北京时间清晨7点半，马航终于发布公告，称马航370于凌晨2点40分在马来西亚舒邦与空管失去联系。与此同时，马来西亚东北部的哥打巴鲁，有人目击到天边划过一团火光，疑似飞机坠落南海。吉兰丹州附近村庄的居民听到巨响，误以为是海啸。
渔民目睹一架飞机贴海低飞，机身闪着强光，犹如椰子大小般的白色火球。警方当天接到至少9起类似报警，均称在马泰边境附近发现异常飞行器。同一时间，在南海一个石油平台工作的新西兰人 McKay 也目击了一架飞机在高空起火，火光持续了10到15秒。他立即向公司发邮件报告目击情况。最早报道马航370下落的是越南的人民报。就在失联后2分钟，越南海军收到消息，马航飞机失联坠海，机上无越南乘客。确认航班号为 MH370， 机型波音777-200，事故地点位于马越领海交界处，距离越南富国岛153海里。越方搜救力量整装待发，随时准备响应马方请求。当天下午，中国人民日报也发布了一则简讯，证实越南海军确认有飞机坠落，越南救援队已出发。美国驻华大使馆也表示，失联后3分钟，驻泰国的乌塔堡基地的美军监听到了马航370发出的 SOS 求救信号。机长在信号中称，驾驶舱正在解体，需要迫降。这段录音随后被交给了马来西亚方面。接下来几天，在泰国湾南部、越南海岸和南海一带，陆续有人发现海面漂浮着油迹和金属碎片。越南迅速向中美开放空域，两国舰队抵达事发海域，展开联合搜救。中国卫星拍到3张疑似残骸的图像，媒体一度宣称找到了，可很快又说搞错了。3月12日，中国民航局局长在记者会上坦言，目前无法确认卫星在南海拍到的漂浮物是否与马航370有关。自此，南海残骸的线索便彻底陷入沉寂。在胡志明市东南37公里的地方，发现了烟雾，还有一些疑似金属碎片，但是经过判定，现在不能确认是失联的飞机。各国在南海手忙脚乱地找了近1周，却一无所获。马来西亚方面的说法也一变再变，军方一会儿说飞机掉头了，一会儿又否认。直到3月15号，时任首相纳吉宣布，马航370很可能是被蓄意劫持，飞机上的应答机和 ACARS 系统都是人为关闭。3月24日，纳吉再次对外发布重磅消息，根据卫星数据推算，马航370已坠入南印度洋，机上239人全部罹难。That according to this new data, flight MH370 ended in the southern Indian Ocean. 操他妈马来西亚了不？马来西亚人胡说八道！这条消息如同在亲属心头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大批中国乘客的家属赴吉隆坡讨要说法。当时中国驻马来西亚的大使黄惠康出面接待的时候坦言道，这件事儿很复杂，你们很难理解。消息一出，全球的目光和搜救资源也随之调转，从最初的南海迅速集中到了遥远的南印度洋。要想让马航370从雷达上消失首先要关闭的是这个应答机，这并不难，它的开关就设在正副驾驶之间，像关掉广播一样简单。但是 ACARS 系统就不同了，它是安装在飞机货舱深处的复杂系统，由一整套的电子组件组成，主要用于半小时回传一次飞行数据。这个系统从设计之初就没有考虑到人为关闭的选项。波音777的飞行员表示，无论是训练课程还是飞行手册，都没有教过他们怎么关这个 ACARS， 甚至不知道具体的位置。而马来西亚之所以能够得出人为关闭的推断，依据的是国际海事卫星组织提供的一项数据。虽然应答机和 ACARS 相继失联了，但是飞机上的另一套系统 SATCOM， 也就是卫星通讯系统仍在工作，它会每隔1小时向卫星发送一次自动握手信号。通过这些信号的时间间隔和路径推算，可以得出结论。马航370在失联后仍然飞行了近6个小时，直到凌晨8点19分才因燃油耗尽坠入南印度洋。这个结论被马来西亚政府所采信，成为飞机折返向南飞然后坠毁的核心依据。然而问题是，这飞机到底是怎么失事的呢？在飞机失联后马航370虽然从民用雷达上消失了，但是马来西亚的军用雷达却捕捉到了一连串非常诡异的动作。
飞机突然急速爬升到13000米，又迅速下坠到7000米，在空中做出多次盘旋，还出现规避雷达的机动轨迹，最后才彻底从雷达画面中消失。这些异常的操作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有人在刻意控制飞机，想让乘客和机组成员失去意识，最终连人带机一起玉石俱焚呢？于是一种说法迅速就冒了出来，那就是机长自杀说。FBI 呢也推波助澜，说这机长扎哈里曾经在家里的飞行模拟器上演练过一条飞往南印度洋的飞行路线。媒体进一步跟进，说他婚姻不顺，情绪低落，有长期出轨记录，甚至推测他可能是故意找理由支开副驾驶，一个人操控飞机走上不归路。不过这种说法立刻遭到了机长家属和身边人的坚决否认。扎哈里从1981年开始在马航工作，飞行经验超过18000小时，平时性格温和，为人随和，收入又稳定，还热衷于参与慈善，生活重心一直围绕着家庭、飞行、美食这3件事。出事前几天，他还跟牙医有预约，生活里呢也没有发现任何不正常的迹象。Hi everyone, this is a YouTube video that I made as a community service. 有一张在网上被疯传的照片，说是他跟情人还有私生子的合照，实际上那照片里的年轻女子是他的亲侄女。另外有熟悉飞行模拟器的人指出，要在模拟器里头飞南印度洋根本就不现实，因为在操作系统里你必须选一个机场作为目的地，而南印度洋压根就不在选项里。这个机长自杀论还有一个关键的支撑，那就是马航370失联前驾驶舱传出的那句晚安马来西亚370。有人据此推测，这是机长在跟世界做告别。但事实上，马航高层在记者会上公开表示，几位员工听了录音后一致表示，这句晚安的声音来自副驾驶法里克，根本就不是机长说的。这是飞行交接过程中的标准用语，语气平静，没有任何的异常。副驾驶法里克年仅27岁，是马航重点培养的年轻飞行员。2007年入职，飞行经验2800小时，这是他第一次正式直飞波音777。他性格阳光，人缘也很好，已经准备和一位空姐结婚了。3月8日当天，他还被安排了从北京返回吉隆坡的任务，人生正处在上升期，没有人能够想象出他要轻生的理由。既然机长自杀说站不住脚，蓄意劫持也就重回了人们的视线。那么问题来了，劫机者是谁？他们到底是冲着什么来的？想要阻止某位乘客，还是拦截某批货物呢？3天后，2位持假护照登机的伊朗人进入了人们的视线。令人费解的是，官方发布的图片明显有 P 图的痕迹，俩人的裤子和鞋子竟然完全一致。这么重要的信息为什么会被篡改呢？马航后来给出的解释是，这只是一个复印错误。12小时后，警方就排除了2人的嫌疑，称他们是为了政治避难，想从北京转机去德国而已。但是这起乌龙事件也暴露出吉隆坡机场安检的严重漏洞。比如说，2名飞行员经过安检的时候，明明触发了警报，却未被搜身。有一名穿绿色制服的机组人员提着不明物品，未过安检就径直进入了登机口。还有中国乘客推着婴儿车绕过安检门蒙混过关。这些行为都有视频为证，可在最终的官方报告中竟然只字未提。在227名乘客的名单中，有一个20人组成的团体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里边有8名中国人，12名马来西亚人，他们都是菲斯卡尔的工程师。这家公司呢是美国知名的半导体巨头，在微电子领域颇有地位。据称他们此行是为了推动一项刚刚申请专利的新技术，将芯片性能大幅提升。这项技术被业内称作全能大脑，能远程操纵雷达、导弹甚至无人机，军事价值巨大。据说这批工程师随身携带6公斤的行李，里面装着2000块芯片。而这次他们的突然集体失踪，也被认为是半导体行业的一大损失。更诡异的是，这趟航班还托运了大量的重物，乘客反而成了配重工具，被安排在前后2端入座。马航直到事发近2个月后才公布了9页的货物清单，但是第3页却神秘缺失，第7页和第8页的内容居然一模一样，里面语焉不详，印刷模糊。这趟航班一共托运了10吨货物，其中有2箱将近7吨的物品，让人绷紧了神经。
其中一批货物来自摩托罗拉公司，重量2.5吨，包括锂电池、对讲机和广播设备。众所周知，锂电池在飞行中属于高危物品啊，哪怕是轻微碰撞都可能引发燃烧。历史上已经有航班因此坠毁，而马航 CEO 称，仅仅装载了200公斤的锂电池，并妥善储存了。这显然和文件记载中的2.5吨不符啊！不仅如此，这批货物是在登机前刚从300多公里外的槟城被全副武装的安保人员押运过来的。关键是无论是在槟城还是在吉隆坡机场，都没有经过任何安检，原因是没有足够大的 X 光扫描设备，就这么连夜托运上了飞机，而且还给放在了货舱的大门口。如果飞机正常抵达北京，那么它就会是第一时间出舱的。到底是什么电子设备需要这般规格的安保和特权式的免检待遇呢？官方至今拒绝透露。而另一批托运的物品更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马航称，飞机上还装载了4.6吨的山竹，但问题是，山竹在马来西亚的成熟期是6到9月，而失联事件发生在3月初啊，而且当地主要出口中国的水果呢是榴莲，不是山竹。于是媒体顺藤摸瓜，结果发现这批山竹存在多项异常，既没有在马来西亚联邦农业销售局登记备案，又没有中国海关规定的进口水果认证，外包装上标注的产地麻坡还不在官方山竹出口商名单内，麻坡本地甚至就没有山竹果园。起初警方解释说这些水果只是在麻坡包装的，不在那儿生产，但最后的调查报告又写明 2.5 吨来自麻坡，其余呢来自印尼的苏门答腊，这说法不是前后矛盾吗？更蹊跷的是从3月3号到17号之间，还有超过50箱没有来源、没有认证的反季山竹排着队准备通过马航送往北京。到了4月，大马警方突然放话说已经掌握突破性线索了，马航370的失踪或许就和这批可疑的水果有关。于是当时坊间一度盛传，所谓山竹中其实藏有炸弹或者违禁品，但至今官方仍然三缄其口，从未披露更多细节。越是不公开，越是让人浮想联翩啊。不过相比之下，这个货物是真是假固然重要，残骸和黑匣子才是判断飞机究竟怎么出事的关键证据啊。于是中澳两国的海军舰队，中国的海巡1号和澳大利亚的海洋之盾紧急驶入南印度洋，这让苦等消息的家属们重新燃起了一线希望。从2014年3月起，澳大利亚海事安全局牵头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水下搜索，动用了全球最先进的设备、最顶尖的搜救力量，希望能够找到马航370的残骸，尤其是那2个黑匣子，也就是飞行数据记录仪和驾驶舱语音记录仪。搜救队出动了多艘军用和民用科考船，配备水下声波探测器、深海声呐扫描仪、自动潜航器，一寸一寸地扫荡着南印度洋中数据计算出的那第7条弧线。搜索面积顶得上一个小国家了，水深更是动辄4-5千米，海底的地形复杂如同刀砍斧劈。但是令所有人沮丧的是，什么都没有。从2014年3月到2015年年初，整整1年的时间，搜救队在南印度洋的海域只接收到了几组疑似是黑匣子的信号，但是这些信号不是频率对不上，就是深度不符。更荒谬的是，有的信号甚至是在船还没下沉到底，探测器还漂浮在中层水域的时候就捕捉到的。事后证明，这些根本就不可能来自马航370的黑匣子。如果说飞机确实是坠落在南印度洋，为什么会搜不到黑匣子的信号呢？2015年3月8号，也就是马航370失联1周年，马来西亚交通部发布了中期调查报告。报告首先强调，机组成员无异常无抑郁、自闭、酗酒或者滥用药物的迹象，心理状况良好，经济状况稳定，飞机呢也没有发现重大的机械故障。但是黑匣子上确实存在着维护漏洞。原来飞行记录仪的水下定位信标电池早在2012年12月就过期了。由于电脑的故障，负责飞机维护的工作人员根本就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而另外一台黑匣子，也就是这个驾驶舱语音记录仪，虽然是换了电池，但是由于技术限制，它能够发出的这个脉冲声波最多就只有30天。如果30天内没找到，之后再想搜，那就真是大海捞针了。
而就在南印度洋的搜寻行动一无所获的时候，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援引马航国际调查组内部人士的消息称，马航370的调查可能不得不重新开始。调查组不排除马航370不是坠海，而是在某地降落的可能性。这条消息一出，瞬间点燃了公众的舆论与家属的愤怒。原因很简单，哪怕动用了20多个国家的资源，翻遍了印度洋超过6万平方公里的海底区域，依然连一块像样的飞机残骸都没找到。那既然搜不到，是否就意味着最初你们关于飞机终结于南印度洋的推断，压根就是错了的呢？而且就在这天前，马来西亚副外长公开表示，政府正在考虑在合适的时间宣布马航370全体乘客遇难，并发放死亡证明。换句话说虽然飞机没找到，事故原因也不明了，但是人没了生活还得继续，这事儿差不多就这么结了吧。这个表态立即遭到了马航370乘客家属的强烈反对。家属联合会当晚就向媒体发出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在没有任何实质性证据的情况下，无权发放死亡证明，更不能草率结束调查。他们写道，我们并不指望政府能够找到每一位亲人，甚至不指望能够还原这个谜案的真相，但我们至少希望有那么一点点真正的确凿的证据而就在官方和家属的意见激烈对撞的同时呢，曾经一度沉寂的阴谋论也再次浮出了水面。英国《镜报》披露了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前石油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Michael 的观点，那就是美国可能蓄意或无意间击落了马航370。因为美国作为全球拥有最强大的雷达和卫星监控系统的国家，在马航370这个事儿中几乎没有提供任何的信息，反而是中国和法国提供了大部分卫星照片和图像分析。他还引用历史上3次由美军击落他国飞机，事后多年才承认的案例指出，马航370关闭通信系统、急转航向、变速颠簸，不可能逃过美军在南海和印度洋部署的监听系统。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选择了沉默。好巧不巧马航370失联的3月8号正值一个敏感的日子。每年这个时期呢，亚太地区都有2项代号为金色眼镜蛇和天虎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涵盖了海滩登陆、丛林作战、野外求生、空对地轰炸、反恐和人道主义救助等等。这2项军演都由美国主导，参与国包括新马泰日韩，中国其实也在观察国的席位。而这个联合军演拉开帷幕的地方，正是前面咱们提到过的泰国乌塔堡基地。这儿呢，曾经监听到过一段马航370向地面求救的信号。而奇怪的是，在此后的几十场新闻发布会中，各方对此都闭口不言。马航370失联后的第2天，越南就破例向中美2国开放了领空，协助开展搜救行动。法国《世界报》常驻亚洲的记者陈斐曾尝试通过美国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官网来查询3月8号当天各个军舰的动向记录，想看看那天晚上到底是哪一艘军舰执行了什么任务。结果出人意料的是，2014年2月10号到4月7号之间的全部记录被系统性删除了，一条都不剩。而对比正常年份，比如2015年3月，仅仅1个月内就有121条日常活动的记录。除此之外大家还记得吗？当初就是国际海事卫星组织提供了所谓的握手信号轨迹，才让马来西亚最终锁定了南印度洋作为终点区。而这个组织看似是个中立的技术方，实则另有背景。其总部位于伦敦，是一家市值超过20亿英镑的上市公司，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科研机构。其官网上明确写着，自1979年以来，美国政府一直依赖并信任其提供的卫星服务。它持续为美国的国防、情报、国土安全、公共安全及民用机构提供全球最先进的移动卫星通讯服务，具备高度可靠、安全且成本可控的连接能力。而这个国际海事卫星组织的主要股东之一是由布什家族和 CIA 共同设立的 Harbinger 资本集团，母公司是美国卫讯公司，提供咨询服务的高管之一是美国空军上将 C. Robert Keller， 这是一位熟知美国核心防御系统运作的战略人物。更蹊跷的是，2014年3月17日，也就是官方宣布马航370终结于南印度洋的前一周，一位关键人物突然离世。他是国际海事卫星组织的工程师，名叫 Stuart James Fairburn， 年仅50多岁，身体一向健康，负责参与马航370的卫星数据分析。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却突发心脏病身亡，讣告上写着猝然离世，安详离开。
这一细节啊，最早也是由法国记者陈斐挖出来的。他查阅资料后发现，这名工程师被其上司称作是操作团队的关键成员，而正是他所在的团队负责了那套影响全世界判断的握手数据的分析工作。这也是马航370最终被官方定性为坠毁于南印度洋的关键依据。而这份原始数据至今从未被公开过。随着一个又一个的疑问浮现，马航370的谜团非但没有被解开，反而在国际视野中越织越密。2015年7月29日，一个重要的发现终于来了。在非洲以东的留尼旺岛，一块飞机的铀金副翼被发现，初步认定来自波音777。That some debris has been found in La Reunion Island is being checked for any connection to missing Malaysian Flight 370. 这个消息啊，让沉寂已久的搜寻突然有了进展，也让满心期盼的家属再次燃起了一线希望。不到1个月，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就宣布，这片金副翼属于马航370。It is with a very heavy heart that I must tell you that an international team of experts have conclusively confirmed that the aircraft debris found on Reunion Island is indeed from MH370。千辛万苦总算找到了第一个碎片，但是即便如此，还是疑点重重。法国实验室的检测报告指出，这块金副翼上的注册编号已被人为抹除，而根据国际民航组织的规定，只有飞机在报废销毁时才会抹去编号。残骸边缘的断裂痕迹也不像是海面撞击、自然腐蚀造成的，更像是遭受了某种剪切或者是爆炸力。不仅如此，马航370曾在2012年在上海浦东机场有过一次小碰撞，右翼确实修复过，而眼前的这块残骸破损形态和当时的维修记录完全对不上号。最终调查人员根据金副翼内侧的一串编号，追溯到西班牙波音分包商的一份文件，上面确实登记了马航370的具体型号 9MMRO， 但是问题是这个编号居然是用手写的。这么一个关乎真相的关键证据，居然是一张潦草的纸，这个可信度不免令人质疑。更蹊跷的是，有人注意到马航还有一架和失踪客机几乎一模一样的孪生机，注册号是 9MMRI。 这架飞机曾经长期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进行检修，2013年10月被马航卖给了美国 GA Telesis 航天公司。不到2年，在没有事故的前提下就被销毁了，当时的机龄才15年，而销毁这种飞机既不划算也不寻常。根据法国实验室的分析，这片残骸上附着的藤壶的生长周期和附着的状态，结合复杂的洋流模拟模型，专家们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结论：这片金副翼有 70% 的概率是从英属的迪格加西亚岛以东到澳大利亚西北海岸之间的海域飘来的。也就是说它是来自于北印度洋，而各国的水下搜救工作却始终集中在南印度洋深海带，整整相差数千公里，这无异于是南辕北辙连方向都搞错了，咋能指望找到答案呢？ I personally don't believe MH370 crashed in South Indian Ocean. So the first time I saw that in the news, my honest feeling, who planted there?对于以上所有的疑点，法国官方从未给出实质性的解释，而那场本该是重磅发布的记者会也没有记者提问的环节，仅用一句确认残骸属于马航370就匆匆收场。就在全球纷纷猜测这片残骸的真正来历时，越来越多的疑似马航370的碎片陆续在非洲东南沿海及印度洋岛屿被发现，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坦桑尼亚一个接一个。这些残骸由美国独立调查员 Blaine Gibson 与当地志愿者合作寻获，被认为是继留尼旺岛的金副翼之后最具价值的一批线索。更令人错愕的是随后发生的一起定点清除式的暗杀事件。2017年8月，在马达加斯加的首都塔纳纳利佛，马来西亚驻当地的名誉领事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枪手当街射杀。而彼时的他正准备护送一批新发现的疑似是马航370的残骸启程返回吉隆坡。
事件发生后，马来西亚政府没有发出任何的正式抗议，马达加斯加方面呢也没有对案件展开后续的调查，凶手身份不明，动机未解，外交层面的集体失语，让这场事故显得不单纯是个意外。截至2018年，马航370空难成为全球航空史上唯一一宗未能明确失事地点的商业航班事故。2018年1月，马来西亚政府宣布与一家名叫海洋无限公司的美国民营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展开新一轮的深海搜寻。协议的条款非常罕见，找不到不收钱。这轮搜寻持续了90天，最终无果而终。2025年3月，马来西亚方面又宣布重启与该公司的合作，依然是先找后付的模式。然而这次的搜寻刚进行到4月，便因天气恶劣被迫暂停，预计在年末恢复行动。这一切看似是积极搜索，但是如果仔细深挖，就会发现这事儿完全不是表面上这么简单。这家名叫海洋无限 Ocean Infinity 的公司成立的时间是2017年7月，也就是说它刚成立半年就接手了这项世界级的高难度任务。更离谱的是，搜寻马航370居然是它的首个任务。官网上呢，它自称拥有90年的水下勘探经验，但这所谓的90年其实是全体员工工龄加起来的这么一个总数。这么一家资历浅薄的公司，这么一个仓促组建的临时团队，却被赋予了国际级的重要责任。它到底是如何在短短数月内集结起包括远洋测绘船、高精度自主水下航行器和顶级专业人才，并在多家竞标者中脱颖而出的呢？答案可能就藏在它背后的金主身上。这个名叫 Anthony Clark 的英国人在伦敦持有巨额的投资基金。据《时代》杂志报道，他在海底勘探领域的投资超过1亿英镑，并通过离岸结构成功避税数百万英镑。海底勘探是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业，同时呢，也因为其模糊性和深海不可见性，成为隐秘资本和利益交换的温床。所以就有人指出了，这一场关于马航370的搜寻任务，本质上更像是一场全球免费的广告秀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一边高调搜寻飞机残骸，一边悄悄在广袤的海底地图上打捞沉船宝藏、实验设备，而找不到不收钱这么一个协议，看似是高尚，其实背后的小算盘打得比谁都响。这个男人叫吉兰，他是马航370上4名法国乘客的直系亲属。那架飞机带走了他完整的家庭。他原本是驻京的跨国企业高管，事业稳定，家庭幸福，一夜之间却全数崩塌。他永远忘不了的日子是2014年的3月8日。那天他从巴黎飞到北京，而家人们包括妻子、2个孩子还有儿子的华裔女友，刚刚结束马来西亚的假期，搭乘马航370返程。一家人准备团聚的。可是这边他刚一落地，机场的工作人员就将他领进了一个小房间。法国驻华领事面色凝重地告诉他说，您家人乘坐的飞机掉海里了。Bah là, tout d'un coup, le monde s'arrête, quoi. Tout d'un coup, je dis, c'est pas possible, c'est un cauchemar, réveillez-moi. Je dis, mais vous êtes sûr? Et à ce moment-là, ils vous disent, non, on est sûr de rien. 晴天霹雳心跳几乎停顿，对方却无法交代更多的细节，甚至连飞机失联的时间都说不清楚。直到他看见机场滚动屏幕上的新闻，才真正意识到出事了。他随遇难者家属们一同被安排入住丽都饭店，大脑是一片空白，而接下来是漫长无边的等待和混乱。悲剧发生后，他选择站出来，与中国家属并肩寻找真相，直到今天从未停止。11年过去了，有些记忆吉兰始终忘不掉。那位官员说的是飞机坠海，可各大媒体上却写着失联。马航最初声称还在联络，转头却宣布全体遇难。今天说在这儿找，明天又改口去那边搜。一边是官腔套话的新闻发布会，一边是家属微信群里彻夜未眠的质疑声。吉兰本来以为是哪里搞错了，直到一次次希望落空，他才意识到真正丢失的不只是飞机，而是对常识的尊重。On nous dit n'importe quoi, on n'arrive pas à avoir d'informations, il faut qu'on s'organise, il faut qu'on fasse quelque chose nous-mêmes. Donc c'est là où on commence à s'organiser avec les familles. 家属聚集在一起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而且所以我们也通过这些方式能够
弥补马来西亚这个国家调查信息的不透明。作为工程师出身的吉兰，很快就盯上了一个细节，那就是所谓的握手信号的来源——国际海事卫星组织。正是这家公司的数据，最终将马航370的终点导向了南印度洋，而整个搜救行动也几乎全部是围绕着这个推算的轨迹而展开。问题是这组数据既没有被公开，也从未经过独立验证，而吉兰根本不相信飞机会在失联后自发掉头飞7个小时，正好在卫星轨迹结束的地方落海。他认为飞机在失联的那一刻就已经出事了，至于那个卫星轨迹全都是障眼法。Il faut savoir que nous n'avons jamais eu des preuves de ça. Quand on demande ces données-là à Inmarsat, ils refusent de nous les donner. Et quand on demande aux Malaisiens de nous montrer ces données radar, ils refusent de nous les donner. Donc moi, c'est le premier truc. Pourquoi refuse-t-on de nous donner ces données réelles? 为了还原真相，吉兰做了3件事。第一，他写了一本书《马航370被改写的人生》，记录了一个父亲如何在废墟中求索真相。这本书成为法国最早也是最深入调查马航370的第一手文献。第二，他接受了奈飞的拍摄邀请，并参与前期制作。谁知节目组前后换了3拨人马，吉兰花了几天几夜讲述自己的调查，没想到前2个团队拍完之后就被解雇和封杀了。最后上线的纪录片不但无视了他和多位家属提供的证据，还推出了一个马航370被俄罗斯击落的版本。吉兰直言这是彻头彻尾的胡扯，一场彻底的政治改编。第三，他试图走司法和外交途径，找了律师起诉马航、国际海事卫星组织、美国 FBI、波音等涉事方，要求公布原始数据，结果无一例外遭到拒绝。他还多次请愿，希望与时任法国总统奥朗德对话，甚至一度计划组织亲友在爱丽舍宫前静默示威。结果行动尚未展开，便接到了不明人士的警告。Mais c'est quand même risqué, c'est une enquête, mais c'est une enquête où on a affaire à des gens plus forts que nous. Aujourd'hui, on est là pour remettre une pétition au président, parce que pendant un an, non seulement ils n'ont rien dit, mais ils n'ont pas agi. 而最让他寒心的是总统本人的回信。奥朗德说，法国对马航370所知甚少。然而仅仅4个月后，另一架马航的飞机 MH17 在乌克兰上空被击落，飞机上一个法国人都没有，奥朗德却第一时间发表全国演讲，呼吁查明真相，严惩凶手，并亲自出席悼念仪式。3年后，奥朗德访问马来西亚，吉兰仍抱有一丝希望，结果却是他一言不发，悄悄离场。吉兰的坚持和清醒在中国的家属群中被称作勇敢的英雄，虽然至今没有印证，但他发出的每一个疑问都击中了官方版本尚未回应的盲点。他不是什么阴谋论者，只是不愿意被敷衍。您还记得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位捡残骸达人 Blaine Gibson 吗？这位神秘的美国人自打马航370事件之后频频现身，一下子在留尼旺岛，一下子又到马达加斯加了。但是呢，总是能恰好找到疑似的残骸，引来全球媒体的竞相报道。可当法国《世界报》深挖他的背景时，才发现他的简历几乎是一片空白。Gibson 毕业于俄勒冈大学，上世纪80、90年代曾在美国国务院任职，但无法确认他具体负责什么工作。如今的职业标志是律师，可是没人知道他代理过哪怕是某一桩案子。他是朋友眼中的怪人，通晓法语、俄语等6国语言，既无家庭也无子嗣，更不差钱。在老挝收购酒店，柬埔寨设有基地，还曾在阿富汗执行过某项不明任务。他自称是探险家，对玛雅文明和诺亚方舟充满兴趣，漂泊各地，行踪诡秘。吉兰曾经直言，为什么几10个国家辛辛苦苦却找不到残骸，这个人一出场就屡屡有所收获呢？为什么他走到哪儿，媒体就跟到哪儿，还能被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的高层所借鉴？美国有如此淡泊名利、不务正业又精通多种语言的律师吗？其实早在失联发生后，外界就对官方给出的结论充满质疑，尤其是在马方发布的最终调查报告中，关键疑点被轻描淡写的略过，引发诸多不解与不满。在这种真相不明的情况下，我们之前提到的法国《世界报》常驻亚洲的资深记者陈斐悄然展开了一场独立调查。
30多年来，他奔走于亚太前线，曾深入报道2009年 AF447 班机坠毁大西洋的事件，并一度担任香港外国记者会主席。凭借深厚的专业能力，他获得了法国国家功勋骑士勋章，成为新闻界的权威声音。对于马航370事件，陈斐耗费整整7年时间，追踪各方线索，采访知情者，查阅技术资料，并将调查结果集结成书，在香港的专题报告引发了热烈的反响。他写道：坦白说，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听到类似的传闻推测了。许多意大利人从第一天起就坚信马航370是被击落的，因为他们记得1980年的乌斯蒂卡惨案，那是一架民航机疑似被不明导弹击落，传闻多指向法国军方。类似的案例还有1983年大韩航空007号航班被苏联战机误击，2020年乌克兰的客机在德黑兰被伊朗导弹击落，都是因为误认目标。最早暗示马航370可能涉及军事事故的，并不是民间的阴谋论者，而是时任马来西亚交通兼国防部长的侯赛因。当被澳洲媒体质问为何马来西亚毫无作为时，他语带含糊地表示，在类似的情况下，美国人或许会选择击落一架偏离航线的飞机。虽然话说的不明不白，但从他的肢体语言来看，当时他极度尴尬，像是在强忍着不说出某些不可言说的内容。And if I did shoot it down, you'll be the first to say, how can you shoot down a commercial airline with 14 nationals, half of them Chinese? I'll be in a worse position probably. Why shoot it down if it's not hostile? Well, the Americans would. 与此同时，在事态尚不明朗之时，一名马航员工给乘客家属回信时表示慰问，还提到了有的媒体说飞机失联后又飞了几个小时这个事儿是假新闻，内部都知道。这个说法已经被波音和引擎制造商劳斯莱斯否认了。机长扎哈里的侄子也提供了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2018年，他参加一场婚礼的时候，偶遇了一位在国防部任职的老同学，当面询问他对马航370的了解。对方只说了一句：我只能告诉你，他们那是连带伤害 collateral damage， 我为你叔叔感到遗憾。说完便转身离去。如今回看，这几乎等同于赤裸裸的承认这是一场军事行动，尽管他没有明说是谁造成的伤害。此时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个我们之前提到的关键背景，那就是马航370失联当晚，美国正与多国军队在相关海域举行联合军演。那么如果说这是一场误击或者拦截失败导致的灾难，我们能从哪些被忽略的线索中看到蛛丝马迹呢？其实我们前面都已经提到了，但是在最后进入推论之前，咱们还是快速的回顾一下。首先就是胡志明空管中心在凌晨1点半左右，至少记录了20多次马航370出现在白套的航点的雷达回报，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啊。然而这些信息在最终报告中却未被采纳为马航370的有效航迹依据，也未附上任何雷达图像或者技术分析。为什么呢？因为说如果马航370真的在1点30出现在了白套的航点，那就意味着它不可能在10分钟前在那个 Aigery 航点掉头转向西飞，这就和官方的掉头说相矛盾了呗。所以白套的证据只能悄然消失。按照官方的说法，接下来马航370从东往西穿越马六甲海峡飞往南印度洋，这个途中可是要经过5个军用雷达站的，而且飞机得像悠悠球一样上下翻滚。咱们且不说这个飞行的动作完全超出波音777的性能，就说雷达信号，马来西亚军方的雷达专家都承认，数据显示这架飞机的参数根本不符合波音777，甚至一度怀疑是不是雷达出错了。可是官方不管这些，硬是要宣布这就是马航370。飞机在哥打巴鲁附近被雷达侦测到4次出现又消失，换了4组应答机代码，但没有一个是马航370原本的2157。这意味着什么呢？雷达上看到的那个掉头继续飞行的根本就不是马航370。当飞机穿越槟城上空时，飞越的是马来西亚空军最重要的基地之一北海，这儿的雷达全天候工作，战斗机飞行员随时待命。当一架不明身份的飞机突然出现在一个军事基地上空，却不见任何反应，这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正常情况下至少会派出侦察机应对。而一名空军少校透露，3月8日凌晨他们曾接到命令，除了1个小队之外，其他人全部下班回家，所有战斗机禁止升空。
奇怪的是，第二天没人追责，反而大家都领到了钱。你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的可疑的货物清单吗？ 2.5 吨的电子设备，信息极其模糊，由中方人员一路保驾运输，在机场未经扫描就直接被运上了机舱。4.6 吨的山竹也是手续不全，来源不明。 That was 2.5 tons of electronics listed as walkie-talkies, radio accessories, little things. And this cargo had been delivered under escort and loaded on MH370 the very night without having been scanned. I thought this was very odd. 而最重要的就是马航370失联的时候，美军正在主导的那个天虎联合军演。一位北京的线人透露，当时有2架美军预警机正在该海域巡逻，他们不仅能实时监听拦截信号，还可以伪装替换应答码，让一架飞机消失在雷达上。好了，主要的线索我们回顾的差不多了，接下来的内容我们需要叠个甲。以下观点均出自法国记者陈斐的独立推演。正如他在书中所说，这已经不只是线索的堆叠了，而是对被掩盖真相的一次清醒、坚定，也极其大胆的重构。他认为，所有的疑点最终都指向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可能，那就是马航370上或许装载着某个国家极不希望中国获得的东西，或者是某个关键的人物。而如果我们假设这个国家正是美国，那么整件事的逻辑链条忽然就说得通了。听到这儿肯定会有人皱眉，又来了，又是美国的锅，又是阴谋论呗？为什么坏事总是轮到美国出手呢？这个问题陈斐没有回避，他在书中坦率地说，这不是简单的指控谁是罪魁，而是想提醒我们，在一个高度军事化、信息被控制的世界里，真相往往并不能被发现，而是被有意的封锁。我们也无意煽动情绪，更不是为了翻旧账。相反，我们想做的只是把每一块疑点放在一起，拼出可能的拼图，然后交给观众自己判断。咱们也不妨先听听这种解释有没有逻辑，然后再决定接不接受。因为真相往往不止一个版本，而不断的讨论、不断的追问，正是我们不忘马航370的意义。好，那我们开始。如果说要拦截的目标是一个人，那完全可以用私人飞机转运。但如果说要转运的是体积较大、性质敏感的特殊设备，那商业客机的货舱作为伪装来运输，的确是最佳的掩护。正如马航370经常运送的空运山竹，很可能只是幌子。It's public knowledge that China was very eager to acquire highly sensitive US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surveillance, stealth, drone technology. So something like this could be at the heart of what happened to MH370. 马航370的横祸正是来源于这批山竹。这批货物其实是某种敏感的科技组件，由某位身份神秘者押运。有传言说这是美军在阿富汗战场撤离后，在巴基斯坦被劫，然后高价卖给中国的军事设备。美方得知情报后，紧急采取行动，决定拦截该航班，这就是所谓的 Plan A。 陈斐写道，在7年调查中接触到的多名军方人士都指出，如果说马航370真的被卷入军事行动，那更可能是一次误判或者是紧急应对的 Plan B。 正如美军术语中所说 Snafu Situation normal all fucked up， 一切正常，只是彻底搞砸了。马航370失联的全过程应该是这样的：就在道别晚安后的1点20分31秒，飞机穿越 Aigery 驶向 Baital 的航点的过程中，胡志明空管没有接收到它的信号，很可能是机组的呼叫被拦截。5秒后，马航370的飞行数据归零，信号减弱。37秒后，在越南 Baital 的航点，马航370的代码从雷达上彻底消失，说明飞机并没有偏离初始的航道。这种逐渐消失的过程，绝非简单摁一下应答机的开关所能实现，反倒更像是预警机精准对位干扰的结果。1点30分，那架飞往东京的 MH88 机长尝试呼叫马航370，却只听到模糊不清、嘟嘟囔囔的杂音，再次印证了信号遭遇了强力干扰。
此时马航370依旧沿着原航道向北飞行。到了1点54分，周围3架航班接连呼叫马航370均无回应，预警机的任务显然已经完成，马航370被隐身了。此后，军方以某种方式接触机组，试图命令返航，意图卸货。但是那位技术娴熟、责任心极强的机长扎哈里深知自己的任务，他热爱公司，更是机上乘客为生命托付。他曾反复在模拟机中训练最糟糕的情况，但绝没料到会接到外国军方命令要求偏离航线。据熟悉他的人说，他是那种一旦感觉异常必定会据理力争的人，很可能拒绝了返航的要求，按计划飞往北京。眼看着飞机直逼越南岘港，临近中国海南榆林军事基地，计划兵临失败，美方的预警机开始干预，将马航370劫持返程。据马来西亚阳光日报报道，马航370从雷达上消失后的40分钟，机长扎哈里曾经启动了 Tango 代码，这是只有在紧急时刻或者飞机遭遇劫持时才会使用的代码。紧接着，马航向所有的航班都发送了 Tango 代码，将内部的安保警戒提高到了最高级。可是这么一来啊，事态骤然升级，而接下来可能发生了更为激烈的威慑动作，也许是警告射击，也许是擦枪走火。马航370局部解体，机组尝试呼救。2点37分，飞机尝试迫降。2点40分，在越马海域交界处，飞机与空管失联。2点43分，泰国乌塔堡监听到飞机正在解体，迫降失败，坠入南海。至于那架从埃格瑞航点掉头转向的飞机，有中东的联系人告诉陈斐说，那实际上是一架新加坡空军的预警机，型号为 IAI-ELW-2085， 以色列制造。这样一来啊，军用雷达上那些跟波音777机型驴唇不对马嘴的数据，那些高难度的飞行动作，千变万化的轨迹，就都迎刃而解了。第1周，各国在南海忙于掩盖和打捞；第2周，掉头转向南印度洋之说登场，制造烟雾弹。陈斐指出，这背后明显是舆论操控，意在让此事永远沉入公众遗忘的深海。这是一场彻底的信息控制战，原始的时间线被打乱，真正的飞行轨迹被篡改，全球追踪的焦点也从南海转移到了南印度洋。那些本该重要的失联前的最后坐标却被有意忽视，那些推导不出的模拟握手弧线反倒成了国家间达成默契的剧本。但是啊，在官方叙事的阴影背后，仍有许多难以抹去的真实细节。3月8日清晨，越南金瓯和海防两市的军方与急救中心接到指令，前往南海某海域搜救马航370。与此同时，中国中科大的温连星团队监测到了异常。2点55分06秒，马越交界处的地震仪探测到了强震信号，恰好位于马航370最后的联络点海域。那是一个无震带，唯一可能的震源是落海。结果这个科学的结论刚发布，便遭到美方的猛烈抨斥。中方呢，态度冷淡，有人甚至污蔑中科大学术不端。研究页面随后被404仅存于网络档案馆中。3月10日夜间，机长扎哈里的老友 Peter Chong 飞越泰国湾时，机组悄悄告诉他，残骸就在你左边。他确实从窗外望见了搜救船在海上运作，灯光明亮。陈斐记者曾经尝试联系那个目击者，就是那个南海钻井平台的工人 McKay， 却发现他已经被公司解雇了，并遭到了越南的驱逐。当记者前往新西兰寻访他家的时候，却被冷漠的拒绝，回程还被人跟踪。McKay曾经致信友人，称可能是看错了，但也暗示其正在被监控。此外，加拿大退休的工程师 Christian 曾经回忆说，在曼谷看到过越南电视台播出的马航370坠海的画面，残骸、黑匣子、军舰、马航的标志、军官现场的指挥，画面历历在目。但是呢，只播了一次，随即消失，媒体档案中亦无记录。如果说这些片段都属实的话，那么马航370的真相早已揭晓。而灾难之后，一连串耐人寻味的外交动作也逐一登场。其中最具戏剧性的是美国和马来西亚关系的意外升温。2014年4月，马航失联仅1个月后，奥巴马旋即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这是自1966年以来首位到访的美国总统。在联合记者会上，奥巴马公开表示，美国视马来西亚为维护地区稳定、海上安全与航行自由的关键国家。
6个月后的圣诞假期，纳吉又被邀请前往夏威夷和奥巴马打高尔夫。不到1年之后，奥巴马再次访问马来西亚，出席 APEC 会议以及美国东盟峰会。而此时关于纳吉的贪腐丑闻早已在国际间暗潮汹涌。是怎么样的合作值得美国这样子的厚待呢？难道只是因为他配合搜索吗？而更诡异的是中国的表现。除了黄惠康大使那句这事很复杂你们不懂之外，在最初几天的强硬表达和抗议之后，中国突然放缓了态度，甚至在澳方主导的南印度洋的搜寻中表现出了冷淡、拖延，经费呢只出 10%。 陈斐怀疑中国是否早就知道了真相，甚至可能在第一时间就参与了收尾工作呢？他提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猜想，那就是如果说马航370是一场本该秘密押运的特殊行动，却遭到了美军的拦截和击落，那谁能比中国更早收到结果呢？而作为回报，美国是否曾经默许中国在南海加速其军事建设？我们只知道的是，就在马航370失踪之后的2个月，中国的981钻井平台就驶入了越南争议海域。此后，南海岛礁大规模填海扩建正式启动，而美国的回应只是象征性的呼吁克制。4个月零10天后，另一架马航的飞机 MH17 被导弹击落，地点在乌克兰东部，其机型、航空公司、涂装、尾号都与马航370几乎一致。而这一次，飞机上大多是西方人，尤其是荷兰人和澳大利亚人，这像极了一种回信，一种由俄方间接对美方发出的隐秘反制：你击落了我们的朋友，我们就击落你的亲人。此外，还有人曾经爆料说，马航370失联后的头几天，白宫每天都在和吉隆坡联系，商定事态的走向。与此同时，越南和美国的关系也在短时间内急速升温，武器禁运解除，贸易额飙升，显然白宫对越南也非常满意。法国的角色同样耐人寻味。陈斐提到，有匿名线人声称法国的远程监听基地在事件发生当晚监听到了某种拦截行动的证据。虽然无从证实，但当2015年法属留尼旺岛突然发现疑似马航370的经复议时，法国的态度却变得统一且配合了，不再质疑，不再多说。更讽刺的是，几乎与此同时，法国首次总统访澳，签下了数百亿澳元的潜艇军火大单，一切都像是刚刚谈好交易，彼此互信互利的样子。以上这些，陈斐记者不愿意武断，但是这些信息毫无疑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马航370不是飞错航线，不是飞行员自杀，更不是突然失控，它是一次被干预的航班，而整个坠毁南印度洋的版本不过是掩盖失败拦截行动的庞大谎言。2023年11月，40多名中国乘客的家属联合状告马航、波音、劳斯莱斯发动机制造商和德国安联保险集团。案件在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可是作为原告的家属们却不允许提问和旁听。你怎么说人家就怎么记，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就是护着我们。你命大的就接着抗争，命小的短的，好多家人都死了。要求公布真相，还我亲人，还我亲人。2014年年中岁尾，新华社发布了一篇文章，马航370写给2014年的一封信，其中的春秋笔法似乎已经预言了这架飞机的最终命运。就让我们借用里面的文字来结束今天的讲述。我是马航370，你已经把我忘了。事情过去这么久了，我已经可以玩味这场悲剧中的黑色幽默了。再怎么说，中大奖的也不应该是我啊！想想我真是够窝囊的。有人在街上吵架打架，掏出了手枪，我只是一个路过的，子弹却打偏了，恰恰打中了我。我的一个兄弟 MH17 也是一架波音777，好端端的在乌克兰上空飞着呢，竟然被打了下来。当然，我是有一点危言耸听，就算是我自己，也不是在降落过程中出事的，我是被欺骗、被劫持、被杀害的。是的，我是被怨气和戾气所害。你并不是凶手，你甚至连凶手是谁都找不着。尘归尘，土归土，我们的命运均是如此。告别的时候到了，等待吧，俄顷，你也要安静。 And it's still like they're with me here, no matter what. But I can't say goodbye.
I know, it sounds odd, I know, because they're not coming home. I know that. But I can't say goodbye. To give up a search, how can you leave our families out there? I need him home, and I won't leave him out there. He wasn't just my husband, he was my best friend. No, he's my family. No one takes from my family with no answers. That's it, end of. And I'll keep fighting until I know.